一起来看精彩短剧《一枕清欢揽云归》。故事解说：坠崖获救之后，云歌彻底变了心性。他不再像往日一般痴恋纠缠薛望，也不再为自由绑定的婚约卑微迁就，反而日日闭门居于尚书府佛堂，潜心诵经礼佛，不问外界纷扰，一心沉静避世。哪怕薛望主动登门提出要与他退婚，云歌也毫无波澜，平静应允，心底只剩解脱与释然。彼时，一众世家子弟围在一旁看热闹，纷纷调侃打趣。众人皆知云歌容貌倾城，多年来对薛望一往情深，痴心不改。没人料到他会这般干脆答应退婚。大家唏嘘感慨，如今态度冷淡的云歌，反倒把素来清冷自持的薛望逼得束手无策，甚至为了留住云歌，不惜放下身段装醉挽留。不少子弟趁机起哄，直言薛望若是不愿迎娶云歌，他们便主动上前献殷勤，争相讨好云歌。面对众人的戏谑调侃，云歌始终漠然置之，任由旁人议论。他心中清楚，自己多年来被这桩胎里定下的婚约束缚捆绑，日日纠缠于薛望身侧，早已心生厌烦，疲惫不堪。如今只盼婚约彻底作废，从此清静无扰。众人依旧不停打趣，扬言要全力促成二人退婚，帮薛望摆脱束缚。这番聒噪让云歌心生不耐，当场出声呵斥，让众人滚开，不许旁人随意触碰自己。贴身侍女碧玉守在云歌身侧，满心后怕，连连庆幸自家小姐平安无事。昨夜云歌坠崖，崖壁陡峭，山林茂密，地势极为复杂。前来搜救的侍卫数次迷路，搜寻过程艰难万分。碧玉整日忧心忡忡，生怕小姐遭遇不测。此刻见云歌安然无恙，悬着的心才稍稍落地。云歌看出侍女的担忧，故作轻松宽慰碧玉，坦言自己命大，并无大碍。随后，他对着一众搜救之人拱手致谢，感念众人不辞辛劳相救，铭记这份恩情。紧接着，他以昨夜受了极大惊吓，心有余悸为由，诚恳向众人告辞，恳请大家尽数散去，重回崖上赴宴欢聚，不必再为自己费心。薛望见状，主动上前，坦言昨夜是自己疏于护持，执意要亲自护送云歌回府。面对薛望的示好，云歌态度疏离，果断婉拒。他坦然告知薛望，昨夜自己强求护送，是自身执拗不懂事。如今车夫与碧玉皆在身旁，自己足以自行回府，无需薛望费心操劳。薛望看着全然不愿与自己牵扯的云歌，心中暗自忖思：若他当真彻底醒悟，不再纠缠自己，便是求之不得的好事。甚至暗自觉得云歌此刻的淡然，不过是刻意装模作样。碧玉看着眼前的景象，满心难以置信。向来执着爱慕薛望、纠缠多年的小姐，竟然真的放下执念，应允退婚。她由衷为云歌开心，觉得小姐终于开始善待自己。云歌微微颔首，随即悄悄吩咐碧玉。回城之后，悄悄下车，拿出银两托付路人，暗中为自己购买一副避子汤药。碧玉满心疑惑，连忙询问云歌身体是否不适，为何突然要用药。云歌并未多做解释，只让碧玉依言照做。接下来的大半个月，云歌日日居于佛堂诵经祈福，期盼药性起效，彻底断绝后患。这段时间他身体并无异样，这让他稍稍安心，暗自以为那日崖下意外邂逅的神秘公子已然吃下哑巴亏，不会再来寻他麻烦。就在云歌以为风波彻底平息之际，碧玉前来禀报，薛望的生辰宴送来了请帖。碧玉满心疑惑，原以为崖边仪式过后，薛望会迫不及待上门退婚，斩断二人牵绊。可如今婚约未消，薛望反倒破天荒主动送来宴请帖。碧玉暗自揣测，薛望心中或许并非全然没有云歌，只是被薛家父母阻拦，才迟迟未曾退婚。他劝说云歌，若心中仍有念想，此番生辰宴便是二人重修于好的契机，免得日后心生遗憾。但云歌早已看淡情爱纠葛，态度无比坚定。他明确告知碧玉，情情爱爱于如今的自己而言毫无意义。当下最要紧的事，便是躲祸安身，保全自身。他叮嘱碧玉，无论薛望以何种理由相邀，哪怕是天王老子登门，自己也绝不会踏出佛堂半步。就在云歌一心避世之时，一张匿名字条悄然送至他手中。字条相约次日辰时3刻，在邀月阁2楼，清算崖业遗留的所有恩怨旧账。看到字条的瞬间，云歌心神大乱，惶恐不已。他终于反应过来，那日崖下与自己意外纠缠的神秘之人，正是手握京都铁甲卫权倾朝野的六皇子温启玉。知晓对方身份后，云歌彻底陷入绝望，深知自己此番在劫难逃，半月礼佛终究徒劳无功。次日，温启玉如约现身，直面云歌，诉说心中积怨。
他坦言，那日西山剿匪，自己亲率铁甲卫征战，本就身负重伤，体力透支。云哥那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冲撞与纠缠，让他急火攻心，伤势加重，旧伤叠新伤，饱受苦楚。温启玉神色冰冷，语气凌厉，质问云哥这半月日夜祈福，是否想好弥补过错、向自己赎罪的法子？若是给不出合理交代，他绝不会轻易放过他。面对气势慑人的温启玉，云哥满心惶恐，连忙俯身请罪。他急忙解释，那日深夜失态冒犯王爷，并非本心，而是遭人暗中算计，误食药物，神志不清所致。他自知罪孽深重，恳请温启玉宽恕，并郑重许诺，只要王爷肯网开一面，往后尚书府必定全力相助，誓死追随。温启玉神色淡漠，全然不为这份承诺所动。他直言尚书府的效忠看似诱人，实则虚浮无凭。云哥之父曾在朝堂公然站队支持自己的三哥，与自己为敌。仅凭云哥一句空口承诺，根本无法证明尚书府会为他改换朝堂阵营，真心归附。随后，温启玉抛出唯一的解决办法，与云哥联姻。他表示，只要自己迎娶云哥，云父便会被默认归入自己阵营，无需任何证明，便可彻底打消所有顾虑。紧接着，他话锋一转，刻意提及云哥与薛旺的自幼婚约，嘲讽云哥冒犯自己之后，仍心安理得打算如期嫁给薛旺，坚守多年的青梅竹马之情。云哥连忙解释，自己半月闭门礼佛，足不出户，根本没有机会登门退婚，并非留恋婚约。可他心中无比清楚，自己绝不能嫁给温启玉。皇室夺嫡纷争残酷，败者全无活路。嫁入王府便是踏入无尽凶险。温启玉见云哥迟迟没有妥当答复，神色愈发冰冷，直言既然他不愿主动弥补过错，便由自己出手，清算那日崖下的孽债。他随即告知云哥，属下早已查遍城中所有药铺，从未查到他购买婢子汤的记录。冷声质问他是当日慌乱遗忘，还是心存侥幸，笃定自己不会怀有他的子嗣。云哥慌乱辩解，自己确实托人私下购药，事后接连服用3副，可时至今日月事未至，他已然心生不安，大概率已然怀有身孕。温启玉全然不在意他是否服药，他唯一忌惮的是云哥若身怀自己的骨肉，却另嫁他人，这是他绝对无法容忍的底线。随即，温启玉向云哥提出赌约，命太医前来诊脉查验身孕。他定下规矩，若是无孕，那日纠葛一笔勾销，既往不咎。日后还会亲自为二人送上新婚贺礼。若是有孕，便即刻去母去子，斩草除根。听闻这般残酷决绝的结果，云哥彻底放弃所有侥幸，当即表态无需诊脉，自己即刻便去与薛旺退婚，静候温启玉上门提亲。温启玉略带调侃，直言他放着稳妥的和解方式不选，偏偏挑了最麻烦的一条路。云哥连忙恭敬回应，能嫁与王爷是自己天大的福气，心中满心欢喜，绝无半分勉强。温启玉看着他故作欣喜，实则惶恐的模样，误以为是慷慨赴义的决绝。云哥连忙解释自己是喜极而泣，并非不情愿。随后恭敬告退，承诺回府后即刻沐浴焚香，静心等候提亲。温启玉见状，吩咐属下清风将云哥送出府去。另一边，薛旺的生辰宴上，一众世家子弟纷纷议论云哥的动向。众人皆知云哥痴恋薛旺7年，往日每一场生辰宴，他都会百般讨好，死缠烂打，从未缺席。听闻他坠崖归来后闭门礼佛，性情大变，众人纷纷揣测，这不过是他欲擒故纵的手段，依旧想拿捏薛旺，博取关注。碧玉陪同云哥悄然赴宴，听闻周遭闲言碎语，满心愤懑，劝说云哥不必在此受辱，即刻离去。云哥却十分淡然，直言自己并非前来受气，而是为彻底了结与薛旺的所有纠葛。他心中满心忐忑，暗自祈祷能顺利办完退婚之事，尽快离场，千万不要遇上喜怒无常的温启玉，再生祸端。在场宾客看到云哥现身，依旧纷纷议论，笃定他还会像从前一般上前对薛旺倾诉痴念，纠缠不休。云哥全然不在意众人揣测，径直走到薛旺身前，为他送上深沉祝福。他坦言，薛旺从不缺金玉俗礼，因此并未准备寻常贺礼，随即拿出随身锦盒，里面盛放着二人的婚约文书与薛旺的8字庚帖。云哥坦然告知薛旺，待宴席结束，二人便可择机商议退婚，彻底了结多年牵绊。可向来盼着退婚的薛旺，此刻却突然改口，神色迟疑地表示今日不宜商议此事，让云哥先收回锦盒，改日再谈。云哥满心不解，直言退婚之事本无吉凶遗忌，若是薛旺怕当众退婚难堪，自己愿意全力配合。
待宴席散去，便同他拜见薛家长辈，当众撕毁婚书，归还庚帖。从此两家互不相扰，各自省心。即便云哥态度坦荡利落，薛旺依旧百般推脱，执意不肯今日了结。云哥满心无奈，忍不住质问薛旺：往日日日厌烦这桩婚约，厌烦自己的纠缠束缚，心心念念盼着退婚，如今心愿可成，为何反倒畏缩推脱？就在二人僵持争执之际，一道清冷的声音骤然响起。温启玉端坐席间，旁观了全程纠葛，直言二人的拉扯争执比宴席的折子戏还要精彩。见到温启玉的那一刻，云哥彻底心生绝望，只觉上天不给自己留半分活路。在场众人纷纷起身行礼，云哥与薛旺也即刻收敛神色，躬身拜见三皇子与六皇子。三皇子态度温和，抬手示意众人起身，故作关切地询问云哥是否尚未从崖边遇险的惊吓中缓过神来。他假意致歉，坦言那日崖边诗会是自己设宴，本是风雅盛世，不料有人暗中作祟，设下阴狠圈套，致使云哥遭人算计，误食药物坠落山崖。他心中满是愧疚，还许诺会将府中名贵补药送往尚书府，为云哥调养身体。云哥听闻这番假意关怀，瞬间看穿了整场阴谋。他猛然回想那日诗会自己仅饮一杯酒，便瞬间浑身燥热，神志不清。父亲事后暗中彻查，发现自己迷离之际，是户部尚书之子蔡恒急于将自己带走，而蔡恒的父亲正是三皇子在朝堂最得力的臂膀。云哥彻底醒悟，这场诗会从一开始就是针对自己的鸿门宴，只因父亲近期在朝堂逐渐疏远三皇子，不愿与其同流合污，三皇子便蓄意报复，指使蔡恒给自己下合欢伞，意图毁去自己清白，逼迫自己嫁给蔡恒，同时毁掉他与薛旺的婚约，离间尚书府与薛家的关系。三皇子依旧故作温和，劝说云哥不必拘谨，今日是生辰宴，并非朝堂问罪，无需惶恐紧绷。此时温启玉适时开口，字字诛心，假意询问薛旺是否因云哥在自己的宴席上遭人下药坠崖，心中芥蒂，嫌弃云哥名节有损。他当众刻意提及合欢伞，暗中暗示云哥已然失身，让薛旺的生辰宴蒙上污点。随即又假意大度劝解，称一切皆是贼人阴狠算计，并非云哥本心。薛旺身为男子，应当心胸宽广，不必计较。同时示意众人继续欢聚，不必被小事扰了兴致。温启玉一番话，瞬间将所有舆论引向云哥，彻底坐实了他婚前失贞的传闻。云哥瞬间看透他的算计，他当众撕破自己的名节，就是要让自己婚约不保，走投无路，最终只能乖乖听从他的安排，嫁入王府。在场宾客瞬间议论哗然，纷纷嘲讽云哥品行不端，不知检点，唏嘘薛家倒霉，摊上这般名声尽毁的未婚妻。更有人当众发难，追问崖下救下云哥的究竟是何人，想要揭穿所谓解药公子的身份，让云哥彻底难堪。碧玉满心愤懑，急忙出声为小姐辩解，直言云哥坠崖后昏迷不醒，衣衫凌乱，只是被山林树枝划破所致，绝非众人揣测的不堪模样。怒斥一众读书人空有学识，却凭空污蔑女子清白。可碧玉的辩解毫无用处，众人依旧不依不饶，死死咬住云哥名节有损的事实，嘲讽薛旺进退两难，颜面尽失。三皇子假意出面制止众人议论，声称云哥也是受害者。众人这般诋毁只会让两家颜面扫地。随后他转头询问蔡恒的心意，蔡恒当即上前表态，自己对云哥倾心已久，若是薛家执意退婚，蔡家绝不嫌弃，愿以正妻之礼迎娶云哥，绝不许他流落街头。这番话彻底将云哥逼入绝境，让他沦为全场笑柄。目睹眼前狼狈难堪的局面，云哥彻底心死。他转头看向薛旺，淡然开口，直言他期盼了7年的心愿，今日终于成真，彻底摆脱了自己这个纠缠多年的累赘。他故作虚弱，称身体不适，想要离场，同时放任众人随意献殷勤，直言若有人能让薛旺彻底摆脱自己，便是最好的结果。云哥郑重告知薛旺，从今往后自己绝不会再纠缠于他，不再做他前路的绊脚石。他本顾念两家世交，想要体面退婚，彼此留颜面，可如今温启玉当众撕破所有体面，他便索性当众了结一切，打算坦然承认自己德行有亏，婚前失贞，光明正大解除婚约，成全薛旺。就在云哥准备当众自白之时，薛旺突然出声制止，当众否认退婚一事。他恭敬向三皇子解释，自己与云哥只是私下争执，并无退婚之意，两家情分深厚，绝不会轻易解约。话音落下，薛旺当众定下9月18下聘迎娶云哥的日子。
转头询问云哥是否觉得时日仓促。全场众人瞬间哗然，局势彻底反转。云哥心中无比清醒，他看透了所有人的心思。三皇子想要他的性命与尚书府的朝堂势力，薛旺想要自己的名声颜面，唯有杀人如麻的温启玉此刻当众护住了他。他深深记得邀月阁内温启玉的残酷威胁，自己但凡有半分犹豫，不仅自身难保，整个尚书府都会被牵连覆灭。相较于虚无缥缈的情爱，保命保全家族才是重中之重。因此云哥当即表态，一切听从温启玉安排。薛旺看着突然倒向温启玉的云哥，满心震惊不解，厉声质问他是否知晓自己在做什么。温启玉顺势开口，直言明日便会备礼上门提亲，随即询问薛旺能否今日彻底了结与云哥的旧婚约。云哥抢先应声，只要薛旺点头，婚约今日便可作废。可薛旺却突然强硬拒绝，执意不肯放手，不肯退婚。他急切劝阻云哥，直言温启玉是杀伐果断的誉王，心性狠戾，凶险万分，绝非良人，劝他万万不可嫁入王府。面对薛旺迟来的担忧劝阻，云哥满心寒凉，淡然反问他是否知晓衙业全貌。他平静告知薛旺，那日自己身陷绝境，求助无门，是薛旺的冷眼旁观将自己推向蔡恒一众恶人，是温启玉在衙下救下了走投无路的自己。他不解薛旺往日日日盼着退婚，如今自己主动成全，他却百般阻拦，反复无常。薛旺心绪混乱，言语错乱，始终不肯松口退婚。薛丞相见状，连忙出面打圆场，致歉宾客今日宴席变故突发，招待不周，恳请众人切勿外传今日所见所闻，保全两家颜面。随后命人搀扶心绪大乱的薛旺离场，待众人尽数散去，薛旺终于平复心绪，认真向云哥解释当日的所作所为。他坦言自己从未料到三皇子敢在皇家宴席上设下这般阴狠圈套。那日见云哥纠缠自己，只当他是故技重施，博取同情，于是刻意冷眼疏离，想让他知难而退。云哥早已心如止水，淡然告知薛旺，所有解释都毫无意义。归根结底，所有的忽视、冷眼与旁观，都只是因为他不爱自己而已。不喜欢从来不是过错，他早已彻底释怀。云哥坦言，从前的自己太过执拗天真，仗着婚约与长辈偏爱，一味迁就讨好，步步纠缠，以为只要足够努力，总能换来薛旺的心动侧目。可崖下绝境一夜，让他彻底清醒。有些缘分从一开始就注定无果。云哥将婚约文书与庚帖尽数递还给薛旺，直言纠缠他7年的累赘今日彻底消失，往后他再也无需被婚约束缚，可以彻底解脱。薛旺却迟迟不肯接手，慌乱坦言自己从未想要这般结局。薛旺终于直面自己的内心，坦诚多年来他一直将云哥当作青梅竹马的妹妹，从未有过半分男女情愫，因此厌烦这桩身不由己的婚约，厌烦云哥的步步紧逼与刻意讨好。可那日崖边，他亲眼看到蔡恒伸手揽住神志不清的云哥，看到他无力倚靠旁人的模样，瞬间怒火攻心。他气恼旁人亵渎云哥，更气恼危难时刻的云哥没有向自己求救。薛旺坦言，云哥坠崖归来后的决绝放手，让他彻底慌乱。他原本笃定云哥只是闹脾气，过几日便会像从前一样回头讨好自己。可这一次，云哥彻底转身，再也没有回头。这半个月摆脱纠缠的日子里，他以为会满心轻松，却时常心绪不宁，莫名思念云哥。尝试结交旁人，参与风雅宴席，却再也找不回从前的感觉。这才知晓自己早已习惯云哥的陪伴，早已对他动了心。薛旺急切挽留云哥，恳请他再给自己一点时间，让自己彻底看清内心的情绪，不要急着退婚，不要急着嫁给温启玉。云哥只觉无比讽刺，冷静反问薛旺，即便他此刻看清心意，确认爱意，又能如何？他日若是他幡然醒悟，发现这份心绪只是习惯使然，是失去后的落差与自尊心作祟，并非真心爱意，自己又该何去何从？云哥清醒告知薛旺，如今局势早已无法回头。今日生辰宴赏，三皇子当众揭穿所有隐秘，满京城权贵皆知他婚前名节受损，世俗流言，家族荣辱，温启玉的强势逼迫，层层枷锁将他死死困住。他根本没有多余时间等待薛旺慢慢醒悟。薛旺依旧执着，坚定承诺自己会娶云哥，全然不在意他的过往与外界流言。云哥却早已彻底看透，冷冷反问薛旺，他的迎娶究竟是真心爱慕，还是出于怜悯愧疚，只是为了成全自己的深情体面，弥补受挫的自尊心？至此，他彻底斩断与薛旺的最后一丝情愫，决意放下过往，保全自身与家族。